刚满20岁那天，我为了钱和姐夫领了结婚证。姐姐前脚去世，后脚亲妹妹就嫁给姐夫，给9岁的外甥当妈，这个世界终于颠成短剧里的样子了，比短剧还颠呢。婚后，我妈带我去医院放节育环，全心全意替死去的姐姐照顾9岁的儿子顾涛。小心点儿。秦宇，到你了。秦宇，秦宇在不在？在这儿呢。磨蹭什么呢？签好字了，麻烦尽快手术。你才20岁，又没有生育过，放置节育环的话，会影响你以后生育的。那我跟我妈再商量一下。商量什么呀？你要想赚那80万，你就老老实实上话。你需要干的事情就2件，一照顾好小涛，另外一个就是照顾好你的姐夫。别想有的没的。我知道了。医生，我确定做。签了吧。毕竟，我真的很缺钱。转眼5年，我每天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，也成为了顾明峰能够拿得出手的妻子。顾涛14岁生日那天，我还特意为他举办了生日宴会。小涛真幸福，感谢大家来参加小涛的生日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涛涛，你妈妈好厉害啊，不仅做了很多好吃的，还做了蛋糕。我先前过生日求了我妈好久，她都嫌麻烦不给我弄。顾涛，你真有个好妈妈。小三上位的贱人而已，我怎么可能管她叫妈？恶心！原来是小三上位啊，难怪又是做满汉全席，又是做蛋糕的，感情是在这里立贤妻良母的人设。就是啊，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就在这里各种讨好人，真恶心。小涛，谁告诉你我是小三上位的？当初要不是你妈……够了！今天孩子生日，同学都在，你这当妈的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？所以我就应该沉默，让他们叫我叫小三吗？你就是小三儿，小三儿就活该被骂。顾明峰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都少说2句。都是时过境迁的事情了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反正现在的顾太太是你了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家宴出了点纰漏，大家见笑了。这样，我请大家去米其林私宴庆祝小涛的生日，怎么样？哇，谢谢叔叔，大方啊！叔叔真大方。走吧。秦宇，该结束这场荒谬的婚姻了，不然你的名声也要彻底毁掉了。我累了，离婚吧。理智一点，你离不起；理智一点，你离不起。
今天的事情我已经说过了，他答应会跟你道歉，以后也绝对不会胡说了。爸，你今天给我办的生日宴真是太有面了，同学们都羡慕我了。明天去跟你妈道歉。我凭什么给她道歉？她就是小三儿，我都听说了。我说了，你妈的死是个意外，你要是不道歉，就给我滚出顾家！没教养的儿子，我不想养。爸，你别生气，我会道歉的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孩子当时还小，妈妈又刚去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就来照顾她，现在又是青春期，会胡思乱想很正常。你要是把这件事情闹大，影响到孩子成绩的话，对你可没好处啊。5年了，顾明峰知道我缺钱，所以顾涛的学习成绩会决定我下个月的零花钱有多少。我不想要钱了，如今你儿子已经对外人这么说我，这场婚姻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，不如早早离婚，对大家都好。你说什么？你……他一直逆来顺受，这次突然提离婚，是想再多要点钱吗？你呀，用错了跟我谈判的方式。等你想清楚，当时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，再跟我说话吧。我嫁给顾明峰的原因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是缺钱。妈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凑够80万，我就算是卖身，我1年之内肯定会还你的，妈。我就一家庭主妇，哪来的80万呢？要不你就嫁你姐夫呗，那80万就可以当成彩礼，那也挺好的。妈，我姐刚去世。你姐要不去世，你怎么会有机会可以趁虚而入呢？80万哪那么容易能赚到的？而且你嫁给你姐夫啊，你又可以有钱，又可以成为贵妇，这不挺合算的吗？你说对吗？对吗？我知道我妈让我嫁给顾明峰，是为了稳固陈顾两家的联姻，讨好她的丈夫。只是她不知道，我也曾暗恋过顾明峰。初见顾明峰时，他一身西装笔挺，站在姐姐身边，轻轻握住她的手，眼底写满了柔情。那会儿我多想站在他身边的人是我，可等我得偿所愿时，在他眼里，我却是为了80万可以卖身的拜金女。我想清楚了，一提到钱，他总会乖乖听话的。想清楚了？我不想要钱，只想离婚。给我滚出去！在外面给我好好想想，别以为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就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。哼！哎，你看看，这外表光鲜亮丽的豪门夫人，背地里过的日子也不咋样啊。这先生显然没把夫人当人看啊。她本来就是为了钱才嫁给先生的，每个月拿那么多钱，罚个站怎么了？如果有个人每个月给我拿那么多钱，就算把我当狗，天天睡楼道我也愿意。哼！你们两个不想干了啊？夫人，夫人，
现在已经9点了，再过半小时，先生和少爷就该陆续出门了，您该为他们准备一下了。自从来到顾家，我几乎天天6点起床，跟着佣人们一起提前准备好顾明峰父子出门前的所有琐事，以至于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。让佣人去做吧。先生，今天感觉夫人有点变了。恕我直言，小少爷和您前2天的事儿，夫人挺伤心的。我不想要钱，只想离婚。他能变什么？离了我，谁会给他钱？他无非是变着法子引起我的注意罢了。去给他煮碗姜汤。是。先生明明都认可了夫人，还嘴硬。嗨。妈，昨天的事儿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我同学昨天送我的表，你放哪儿了？这就是顾明峰所谓的道歉，真是够敷衍的。一大早你在这翻箱倒柜的找啥呢？还穿着睡衣，一点也不体面。是啊，平常这个时候，我不止把自己收拾好了，也把顾明峰和顾涛也收拾好了。喂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呀！你感冒了？难道佣人说的是真的？昨晚我爸真罚站你了？不想被传染，你就别碰我了。你昨天的任何东西我都没有动，以后也不会。你以为我乐意碰你？还不是你一直照顾我，我至于问你东西放哪儿吗？是啊，我嫁给顾明峰的第1年，就全面接手父子俩的衣食住行安排。夫人，顾家所有的食材都是特供的，先生对这方面非常挑剔。哎呀，而且小少爷有过敏体质，这是我给你偷偷准备的，小少爷避免接触的东西，请夫人收着。这么多吗？先生说了，你必须照顾好小少爷，要不然的话，瘦了几斤就从你的工资扣几万。夫人，这是这个月的工资明细，小少爷瘦了3斤，所以扣掉3万。他得了流感瘦了，也算我的。这个先生说了，你没有照顾好小少爷，no excuse，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任何借口。原来你也知道，是我一直在照顾你呀。照顾？你也配？你只不过是一个疯狂讨好我的人，怎么？昨天被我拆穿真面目，就不装了，开始对我阴阳怪气了？这就是我用心照顾了5年的孩子。就像顾明峰曾经跟他朋友说的那样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极力模仿他亡妻的女人，东施效颦罢了。一大清早的，又在吵什么？我衣服呢？衣服都在衣帽间啊，还能去哪？难道他会长腿跑出去吗？自从我嫁进顾家后，就没让顾明峰父子操心过穿搭的事。你今天要见投行的人，穿这身很显气质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夫人，这是这个月的工资明细，扣了3万。先生说对他衣服不满意。他喝酒衣服脏了也算我的？是的，先生说如果你给他准备深色的衣服，脏了也看不出来。牙尖嘴利，这个月零花钱扣你5万，我给你5分钟，要是现在还不去找衣服，
剩下的10万也都没了。他知道我缺钱，被扣了零用钱就会哭，就习惯了这样威胁我。怎么，刚才怼我的时候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一提到钱就成哑巴啦？看见没？限定款14万呢，赶紧给我和我爸收拾一下，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了。爸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女人眼里只有钱，只要我给她钱，她什么都能办。办个屁！这破东西我不稀罕，这个家我也不要了。青玉，你疯了！昨天罚站了一晚上，还没想明白。爸，你别拦着他，他不是想离开这个家吗？你就跟他离婚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这么一个视财如命的人，到底怎么舍得离开这个家。好啊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，这些钱不及我的自尊重要。爸，你别管他，我保证不出3个小时，他就回来了。青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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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疼？嚯，开始装晕了，这下摔得不轻啊，下血本了。给老子闭嘴！哪怕是你后妈，她也是你妈。再跟那没大没小的，她打断你的嘴。叫医生。醒了，你高烧到42度，睡了1天1夜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谢谢你帮我叫医生，医药费以后我会还给你的。站了1晚上了，还没想清楚吗？我想得很清楚。先喝口水，静静心，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除了离婚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，我们没什么好讲的。秦宇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因为你，我连饭都没吃，饿了1天1夜了。我又不是你的嘴，你吃没吃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昏倒这段时间，家里的饭菜不是你亲自下厨安排的，营养搭配的不好，佣人们没你做的细致，我怎么可能吃得下？我吃得下就行。看，哎，你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要做午饭是吧？我想吃烤鸡翅，不想吃蔬菜。我的饭不给白眼狼吃。你，他开始做饭了，看来是消气了。啊，爸，你干嘛呢？我正中路呢。晚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晚。我们都3顿没吃饭了，收拾桌子去。你妈一会儿做完饭了。你该不会只煮了你自己那份吧？青雨，你就只管你自己啊！想吃什么自己去做。青雨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。走。
我很满意这个房子。我很快就租好了房子，接下来8天我就开始投简历找工作。但是因为我当初嫁给顾明峰的时候大学辍学了，根本没人要我。抱歉，你没有通过面试。方便说一下原因吗？我记得你们的招聘要求写的高中学历也可以。你的学历不是问题，但我看你下学的这5年时间里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作痕迹，这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。原来我已经在柴米油盐的损失上虚度了5年光阴啊！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学东西很快的，工资你们随便给都行。钱女士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你就算不要工资，你的情况我们也不敢招啊。为什么？25岁，结婚5年未孕，万一我前脚把你招进公司，后脚你就怀孕了，我这工作也保不住了。谢谢。高跟鞋真不是人穿的。反正我就要离婚了，我简历改未婚，也不算骗人吧。学历我就改成函授。秦宇，加油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烦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……蹬鼻子上，还敢挂我电话？又跟我爸在这玩欲擒故纵了。查一下他的定位，我要去见他。是。你好，女士，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？这一杯咖啡45啊？是的，我们店的咖啡都是我们主理人特调的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呦，喝不起就喝不起嘛，还说什么有事儿？也好，像你这种香辣蟹也品不出我特调咖啡里面的高雅味道。我每个月给他10几万，他却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喝，那些钱他都干嘛了？垃圾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听不懂人话你就自己尝尝，还什么特调？我看明明是咖啡豆受潮的味道。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我的牌子货哟！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泼了我一身咖啡，我这身可是牌子货，你快别相信我！哎呦，你谁呀？我是她老公。这些钱够赔你那身聚酯纤维了吧？另外，你让我老婆喝了一口变质咖啡，我的律师追究到底。我是顾先生的律师，你的店涉嫌用过期产品，有害人身健康。这是律师函，起诉书会在近几天送到。什么？300万？你放开我！秦宇，这怎么了？秦宇，你别忘了你的本分，跟我走。我的本分是什么？照顾你们父子俩到死吗？是，我蹉跎了5年，整天为着钱围着你们父子俩转。秦宇，你闹成这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说个数，100万、500万，还是要3000万？我的妈，才肯跟我走？这么多钱，真大方呀！这还是之前每个月发10几万，还要找理由扣几万的顾先生吗？顾明峰，我以前为了钱，我还能忍一忍你的愚蠢。我现在要用钱的地方少了，我不想再继续这么窝囊下去了，我不会跟你走。秦宇，胡闹也要有个限度，
因为你这段时间的任性，儿子过敏住院了，现在身体很虚弱，正需要照顾的时候，这是你当妈的责任。我不是小三上位吗？什么时候我成他妈了？你儿子已经14岁了，什么吃的，什么不吃的，心里也该有数了。如果不是离婚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真想离婚？不然呢？跟你们继续耗下去吗？一个小三上位的女人把离婚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爸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呢。你搞这些，我看就是看我爸的公司在海外上市了，想多要点钱吧。我看就是看我爸的公司都在海外上市了，想多要点钱吧。秦宇，你要钱大可以明说，折腾浪费我这么多时间，真以为我不会让你付出代价？你们父子俩是有病吧？顾明凤，公司的事情你从来不跟我说，顾氏要在海外上市的事情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想离婚跟这些没关系，单纯就是受够你们了。好啊，你想离婚是吧？我成全你，明天来民政局，但你必须净身出户。没关系，本来那些就不是我。哎，你，我和顾明峰顺利在民政局登记了离婚，就等离婚冷静期结束后去正式办理离婚。谁知我一等就是2个月，顾氏集团海外都成功上市了，他还一次次在我提起离婚申请后撤诉。赵律师，你看看，像我这种情况离婚还有其他办法吗？从资料上来看，你和你的丈夫并没有任何感情破裂的直接证据，根本不满足起诉离婚的条件，所以还是建议你和你的丈夫走协议离婚吧。今天又是新一轮的离婚冷静期满30天，我继续来堵顾明峰，但是和之前一样，助理总会说他不在公司。夫人，总裁今天去下面的分公司视察了，您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好。顾总也真是的，既然不想和夫人离婚，那就哄回来嘛，非要端着架子，两口子吵架。夫人！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。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顾明峰，要么我找媒体曝光离婚，要么你跟我去办离婚手续。顾明峰，要么我找媒体曝光离婚，要么你现在就去跟我办离婚手续。坐。顾总，夫人她……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要是让媒体曝光我们离婚的事情，我相信会对顾氏集团的影响很大吧？你应该不想这样吧？过分了！到底是做了5年的夫妻，我想大家好聚好散，还是不要闹得太难看。如果你觉得儿子和你不亲的话，明天去把环取了，我同意你再生一个。你是觉得我没有亲生孩子才闹离婚的？以前呢，是小涛还小，我跟岳母都希望你一心一意的照顾他。现在儿子大了，你可以再生一个，有了牵挂，你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哦，原来他是觉得我不爱钱了，就想用亲生孩子捆住我。生孩子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要的又不是孩子。那你不要钱，也不要孩子，要什么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结婚这几年，除了那本结婚证，我连婚纱照都没有。我马上就找人给你拍，我会请全球最顶尖的摄影师带你去国外旅拍，一定给你拍出一套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照。你想要这个早说了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，也怪我
这5年来一直忙于工作，也是疏忽了这些事情，你是会在乎的。我在乎的根本不是这些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你白头到老。秦宇，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，我很满意你这个妻子，所以别再闹下去了，要不然我刚刚被你培养起来的一点不舍就要被消耗殆尽了。那你还是赶紧舍了我吧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和你拖延下去，我真的很忙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这5年来我一直对你们父子尽心尽力，即使我一直模仿姐姐让你们诟病，也只是为了让你们习惯我的照顾而已。姐夫，你还是放过我吧。秦宇，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你跟我，你疯了？你敢打我？是你先动手打我的，我打你也只能算是自卫而已。好，你铁了心要离婚是吧？现在才4点，如果不堵车的话，去民政局还来得及。走就走，别后悔。快点儿，要下班了。你个大男人还不下车，一口唾沫一个钉，别婆婆妈妈的。该死，往常这条路应该堵车才对，今天怎么这么顺？别碰我！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么多人排队啊，看来是离婚的黄道吉日。我看今天这么多人，应该是排不到我们了，要不下次再来。大家都别着急，我们临时加班，今天一定为大家办好的。你看，轮得上，走吧。确定要离婚吗？确定。确定个屁！好啊你，有能耐了是吧？离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赶紧给林峰道歉，回去好好过日子，不然我就把治疗给停。治疗？什么治疗？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难道你跟我结婚不是为了钱？看来瞒不住了。本来我不想说的，既然你提起了，哎呀，我怎么有这么一个不孝女呀？我刚刚就想说，带你去医院治治你的脑子。你爸这几天跟民丰公司那个大项目，现在到了关键时期，你这个时候离婚，你是想祸害我们吗？你自己想死没关系，你不要拖累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你闭嘴吧！秦宇，你疯了！你敢打你妈？他先动手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打他？你是我叫你无妨，给我点时间，我跟他谈谈。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你个死东西，你刚才还手！你是不想让你外婆活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外婆的病不是快好了吗？哼，你外婆本来是要好，但是你又跟民丰离婚，让我不开心。但以她这把年纪，出什么医疗事故也很正常。你给我去死！救命！秦宇，你疯了！你差点杀了你妈！那是他该死。秦宇，你吃的穿的都是我和民丰给你的，我不求你感恩戴德，但是你得记住，当初你嫁给顾家的本分吧。本分？我当初是为了给患肺癌的外婆治病，忍辱负重给你继你的亲儿子当了5年后妈，我的本分还不够吗？
你难道想换我一辈子吗？妈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凑够80万，我就算是卖身，我1年之内肯定会还你的。妈，你说我一个家庭主妇哪有那么多钱？要不你就嫁你姐夫呗，那80万就可以当成彩礼，也挺好的。妈，我姐刚去世了。哼，你姐要不去世，怎么会有机会可以趁虚而入呢？80万哪这么容易能赚到？而且你嫁给你姐夫啊，你又可以有钱，又可以成为贵妇，这不挺合算的吗？所以你当初嫁给我，不是图我钱，而是想给你外婆治疗。怎么会这样？那这5年你对我的关怀备至，对小涛视如己出，难道都是装的吗？你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餐，在我下班晚的时候留灯等我回来，小涛生病的时候整夜守在他身边，难道这些都是你演的戏吗？当初的温柔是真的，照顾小涛也是真的，但那根本不是因为爱你，是为了给我外婆的治疗。你给我的零花钱我也全部给我妈了，是为了保证我外婆的治疗。这个月的钱呢？你现在是不是翅膀硬啊？想私藏了是不是？妈，我没有，是小涛。小涛这几天病了，就不好好吃饭，瘦了不少。民风不高兴，就哭了。蠢货，连个小孩你都照顾不好。我明确告诉你啊，你外婆医院那边已经说了，再不缴费就停药。不行，妈，医生说了，外婆本来就已经是癌症中晚期了，要是再中断治疗的话就……妈，我这个戒指，妈，我这个包还值点钱，你帮我去卖掉，换点钱，妈。其他的我再想想办法。难怪我之前要扣你零花钱，你会害怕紧张成那样。原来你是担心你的外婆没有治疗，那我给你的那些奢侈品也都被你拿去当钱了，给你外婆交医药费了。5年来，我一直强迫自己学着姐姐的言行举止，学着她喜欢的一切，来成为你们眼中合格的顾夫人。我这5年每一天都活得像个提线木偶，我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的。所以现在你外婆的病好了，你就迫不及待要抛下我们了？不，蜜蜂，不会的。那个死老太小雨的外婆得的是肺癌，那个中晚期还得治疗好几年呢。幸好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还有机会，有理由让秦羽继续留在我身边。火化症，他死了。火化症。不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假的？你但凡注意一下医院的信息，你就应该发现，住院治疗费已经3个月没有动过了。我没有必要骗你，如今你控制我的底牌已经没有了，我彻底自由了。顾明芳，你总是问我为什么那么爱钱，为了那点零花钱，总是使劲的讨好你，那是因为我需要钱来维持我外婆的生命。这5年来，我每一天迎合你们父子，我感到厌恶的时候，我只想着
只要我的外婆活着就好。哎，小雨，快回去，你妈从省里来看你了。我妈？真的？哎呀，真的，事儿会骗你吗？快回去，快回去吧。妈，以后对外你都不要说秦雨是我的女儿。亏你还是个当妈的，从小到大，小雨1岁呀，你就和他爸离了婚，把他扔在我这儿，你一个人去城里，这也就算了。你现在还这么狠心，连亲生女儿都不认了吗？妈，你嚷嚷什么呀？我这不也没办法吗？我40多岁人了，难道还能一辈子给他们当保姆啊？当保姆咋了？那当保姆是啥见不得光的事儿吗？还有啊，这跟小雨有啥关系啊？我当了10几年保姆，好不容易等到个死了老婆的有钱男人肯娶我，他就一个要求，就是照顾好他的女儿。他要知道我有女儿的话，他会娶我吗？他会娶我吗？我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？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冷血无情的玩意儿，为了金钱，为了自己过上好日子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要了吗？我会告诉小雨，就说你死在外面了。你现在就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以后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父子俩面前！你给我滚！妈，我考上大学了，是京市最好的大学。你看，这是录取通知书。等我以后赚钱了，我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女孩子读这么多书干嘛用？反正迟早都得嫁人。你还是人吗？我今天……外婆，您别生气了，通知书撕了就撕了吧，反正我也交不起这个学费。好孩子，是外婆对不住你呀，借了那么多家，都没凑够你的大学学费呀。没关系的，外婆，反正上不了学，我正好可以去打工，以后赚钱养你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虽然没能上大学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，但想着可以赚钱养活外婆，让她不再为我辛苦操劳，也是很幸福的。医生，我外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姑娘，你外婆得的是肺癌，而且是中晚期。肺癌？我们治，有什么药你都给我外婆用上，我有钱了，我一个月在工地赚了5、6千呢。你外婆的病我们县医院治不了，要到城里的大医院，而且手术费治疗下来一个月也要5、6万呢。小雨，外婆到底得的是啥病呀？这咋还搬来
城里的大医院了，这一天得不少钱吧？听外婆的，去给我办出院，咱们回家去。外婆，您躺好，只是普通肺炎而已。肺炎比较严重啊，您得多住几天医院。炎症而已，花不了几个钱。您要是出院的话，病情反复，反而加重，可得花不少钱了。傻孩子，你就别骗外婆了。我自己的身子苦啊，我自己清楚。外婆，孩子，听外婆一句话，不要恨你妈，她的命啊也不好。再说了，每个人呢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外婆，外婆，你怎么了？外婆，外婆，医生，快来，医生！医生，我外婆怎么样了？你外婆癌细胞已经出现多处转移，必须立刻手术，清除转移病灶。手术费加上后续的治疗费，你至少要准备300万。300万？快想办法凑钱吧，要是再耽误下去，你外婆恐怕……外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后来，为了给外婆凑治疗费，我卖掉了祖屋。小玉，这是卖房子的30万。另外呢，这是村里大伙们给你凑的钱，钱不多，是大家的一份心意。谢谢村长，也替我谢谢大家。孩子，你是大家看着长大的，你外婆呢，心地又善良，可她偏偏得了这个病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去城里找你妈。我听了村长的话，到城里找到了我妈。妈，瑶瑶，你要是走不了，我背你啊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妈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妈，你怎么还找上门了？妈，是外婆，外婆得了癌症，医生说要300万治疗费。300？你还真好意思张嘴？你看我这个样子能有300万吗？你看我像有300万的吗？妈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医生说，外婆再不治疗的话，外婆就会死。妈，这钱就当是你借我的，我以后会还的。你拿什么还？你就是在工地打工，你拿什么东西还？你撑死了一辈子，你也赚不到300万，你拿什么还呢你？夫人，先生找您，说让你赶紧给大小姐煎药。这位是？她是旁边工地打工的小妹，我看她挺可怜的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拿点钱，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来让你继父发现，我弄死你。你说瑶瑶这孩子，我这也算给瑶瑶行善积德了。你说她刚嫁给这么好的一个老公，怎么说生病就生病了？
妈，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是？我是江小兰的女儿。我没有想到陈建国居然接受了我的存在，并且让我留在了陈家，还愿意支付我外婆的治疗费。我以为他是个好人，却不想在我姐姐死后，他利用我的婚姻继续和顾家绑定。居然是这样。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人生不由我控制。嫁给你是为了我外婆的治疗费，讨好你是为了让我外婆多活一天。现在我外婆死了，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而委屈我自己。顾明峰，我们离婚吧，放过彼此。我们离婚吧，放过彼此。不，秦宇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我不相信你对我，对小涛就没有一点感情。姐姐第一次带我见你的时候，我很羡慕她。第二次我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就领了结婚证，并且当晚就睡在了一起。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原来真爱和本能是可以分开的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模仿姐姐，我想看看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丝愧疚。要是秦宇这个贱人真的跟顾明峰离婚了，那顾氏和陈氏的合作也就完了。我妈的骨灰在哪里？你把她埋在哪儿了？外婆在的时候你不见她，如今她死了，是她不想见你。外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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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外婆，你外婆一直在看门口，好像是在等谁。家有没有跟她亲近的人？有的话，该叫的都叫来吧。妈，外婆好像快不行了，你快来医院吧。我是打麻将的，你跟我添这个死老婆子晦不晦气啊？她一天成百上千的续命药吊着，那死才怪呢。妈，你挂完电话之后，我又给你打了好几通，我还给你发了短信，可你就是不相信我，总觉得我在骗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个医生说了，给他用的是最好最好的药，他至少还得扛10年。如今外婆已经死了，你在这里装模作样给谁看？顾明峰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愿意上环？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这张脸曾经使我沉迷，不过那已经是过去了。因为我根本就不想给你生孩子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5年来，我一直因为医院的医疗资源受限于你们，而我的生活费和奢侈品也用来交治疗费。其实我和你们只是雇佣关系。妈啊，事情是真的吗？这今天2位还要办理离婚手续吗？如果不办的话，我们就要下班了。不办。哟，顾总，刚刚还信誓旦旦的说去就去，还叫我别后悔，怎么，如今倒是你不愿意了？心雨，现在事情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我承认，先前5年是我误会你了，但哪怕像你说的，我们就只是雇佣关系，但是你和我离了婚，你还找得到一个愿意每个月给你10几万的人吗？的确找不到，但是我也不需要钱，就算你给我再多，也只是一堆废纸而已。现在有些男的以为自己有点钱就不把妻子的付出当回事儿，总觉得拿钱能收买一切。汽车撞墙了知道拐了，股票涨价了就知道买了，大皮流到嘴里才知道甩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顾蜜蜂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
赶紧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不然我就把录的这些全部都发在网上，到时候看看你们顾氏集团的股份会不会受影响。你顾明峰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、身价千亿的顾氏集团总裁。姑娘别怕，我们都看着呢。这姓顾的要是敢仗势欺人，缠着你不放，回头我们就把他放网上。没错，必须发。来看看，这是不是千亿总裁呢？哎呀，不要拍了！要是因为顾明峰不肯离婚影响顾氏股价，那陈氏也会跟着倒霉的。明峰，你听妈一句劝，秦宇现在想要离婚，只是外婆的死对他打击太大，你先答应他，等回头他冷静下来，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俩都结婚5年了，还有小涛，他也视如己出的，这肯定要回来。5年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顾明峰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要再废话，我就报警，说你骚扰。外面下雨了，你的鞋子是羊皮的，不能沾水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需要，多管闲事。干杯！这才是人吃的东西吧？哎呦，你不至于吧？顾氏集团百强企业，怎么说也不会亏待你一个总裁前总裁夫人一口饭吃。你的外卖。这才是人吃的东西嘛。丢出去！你来这个家5年了，难道不知道我跟小涛都对辣味特别敏感吗？我不吃这种垃圾食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顾家缺你这一顿饭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好久没吃辣了吗？那我要不开着窗户吃，或者我拿到厕所吃。我说丢了，再有下次，这个月的零花钱就别想要了。我马上丢出去。唉，倒是不会缺我饭吃，只是他们父子俩，你知道成天吃什么吗？比我隔壁家养的兔子吃的还素。我这5年吃的绿化带，唉，可怜我这无辣不欢的胃了。我爸平时给你们这么高工资，还给你们这么多买菜的钱，就给我吃这种垃圾，这还是人吃的吗？什么？采买的每一笔钱都记在这个本子上，你要是怀疑，可以自己一笔一笔慢慢对。另外，这份工作我不干了。不是，你在那摔谁呢？我看就是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这么气急败坏，要是让我看出你有任何贪污，我让我爸起诉你。气这么乱，看得我脑袋疼。不看了，你们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呢？还不给我重新做？要是把我饿瘦了，瘦1斤扣你们1万块钱。哼，1万块，我们1个月工资才8000多，
感情在你们家工作，我们还得倒贴钱啊！这工作我也不干了。来，你们有本事都走啊！我看谁给你们这么高的工资。顾涛少爷，你们顾家给的工资的确不少，但我们也付出劳动了。你想扣钱，也要拿出正确的理由来，不然我们也有追究的权利。我们可不像太太，不会被你随便威胁。哼！周叔啊，你怎么当管家的？你就看着我这个顾少爷被他们这3个女佣欺负啊！少爷，他们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近日来的工作安排实在让他们有些疲惫。再说这太太离开之后啊，你这自府里的采买呀、膳食搭配呀，乱了套了。您之前习惯的那些口味，厨房一时半会儿也摸不准。实在是扣工资的话，对咱们顾家的声誉还是有影响嘛。又是秦宇，凭什么他走了还要影响我们的生活？他在的时候，每天变着花样讨好我，我说东他就不敢往西。现在他一走，这3个女佣都敢爬我头上了。不是少爷，您说讨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夫人直接吩咐我们就好了，没必要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一直坚持了5年呢。是啊，他都坚持5年了，怎么可能轻易改变？把这些垃圾扔了，我让他回来亲自给我做。不是这他不会回来了。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每个月给他这么多零花钱，他居然还敢不回来？爸，你现在停掉他所有的银行卡，我就不信那个爱财如命的女人她还敢不回来。混账！到底要我说几遍你才记得住啊？你嘴里那个爱财如命的女人，她是你妈，是照顾了你整整5年的人。她就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。你来，朝这儿打，最好打死我，我倒要看看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小涛，到底要我跟你说几遍你才能相信？当年你妈的事是一场意外，跟秦宇他就没关系。啊！老婆，老婆，周叔，先带小涛进去。好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瑶瑶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他头部受伤，你别再动他了，你让他保持平衡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来。小涛，你妈妈出事那年你也9岁了，你难道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当然记得，只不过我才不相信我妈会得什么抑郁症才跳楼自杀。根据尸检，你的妻子陈瑶的确是死于坠楼，并且在案发的时候，房间内只有1个人，基本排除他杀的可能。不过在尸检过程中，发现他有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情况，你是否知情？抗抑郁的药物？这些年我一直忙于工作，基本很少在讲。爸妈啊，阿瑶她一直在娘家住，她得抑郁症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？啊，是瑶瑶不让说的，怕你担心。都怪我，是我一直忙于工作，疏忽了阿瑶的感受，是我害死了她，是我忙于工作，
一直以来疏忽了他的感受，才导致他长期抑郁。不是，我妈根本就没有得什么抑郁症，她一定是被人陷害，说不定就是秦羽那个女人，要不然怎么我妈前脚刚死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嫁进来，给别人当后妈？小桃，你听爸跟你说，你后妈当初之所以嫁给我，是因为你太婆生病了，她这才被你的外公外婆胁迫。这些年以来，我给她的所有零花钱以及那些奢侈品都被她换成了钱，用于你太婆的治疗。那她近期说不要钱了，要提离婚，难道是因为……对，你太婆已经病逝了。所以太婆病逝了，她就当起甩手掌柜了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偷，你回来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快找人去看着他。这孩子真是被我惯坏了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先生，这个少爷虽然有点叛逆，但他并不是不讲道理的。说到底，他就是接受不了母亲的离开，所以才对太太充满敌意。难道阿瑶的死真的是另有隐情？总之呢，庆祝你离婚成功，好吧？可是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像我这种没经验、没学历的，到职场上肯定是被挑挑拣拣。我准备先完成我的学业，才有主动权。以你的能力，重新考大学就跟涮火锅一样，轻轻松松。虽然我这5年混的也不咋地，但是也是攒下了一个小金库，这里面有5万块钱，你先拿着。不行，你不是还要攒钱开咖啡店吗？哎呀，5万块钱不够开店的，我就当在你这存着，等你顺利完成学业，找到工作，我会连本带利收回来的。拿着。想当我债主子，我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已经找到了？这么快？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你该不会在搞什么擦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给你看。当保姆？不是吧？5年了，你还没有当过吗？唉，这5年，我这顾太太看似风光，实际上我每天5点起，12点睡，简直是堪称顶级保姆。唉，虽然说起来有些无奈，但是现在确实当保姆是我唯一的一技之长，而且现在当保姆工资很高的，工作时间灵活，而且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学习。也有道理，现在这个保姆、保洁、保安可是吉祥3宝，你这样也是比别人少走几十年弯路。那当然。你看，这不就来活了吗？这么晚了，还有人找上门保姆，你这是不是正经的？说是家中的孩子生病了，在外地出差，没有时间回来。佣金给2000呢，够我2月的房租。借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该死的，那个女人居然给我拉黑了。饿了，
老板，给我来点羊肉串。羊肉串只要瘦的不要肥的，腌制的时候不要放任何的葱姜蒜。还有，我对孜然过敏。哎，你小子上我这儿找茬来了是吧？啊，这不要那不要的，你是把我这儿当你家厨房了，还是把我当你亲妈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亲儿子来了，也就这，爱要不要？以前我吃的羊肉串都是秦宇做的，他对我的要求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啊。哎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别影响我这儿做生意。买，给我来20串。哎，那男生他怎么了？倒地上了？喂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有任何问题我立马就报警。报警了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真是混乱？送医院啊！看，这怎么了？回事啊？这咋了？我这羊肉串虽然是加点鸡肉，但是没有科技跟狠活啊。再说他也没吃呢。老板，你不行打个120嘛。真是晦气，这倒的也太突然了。送医院吧，要不？这么吓人？让一下，估计就让一下。毛病。他没失责，只是低血糖而已。哦，原来是低血糖啊！他在干嘛？这样就行吗？还醒了？小涛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，都是妈妈的错，没有照顾好你。你这个女人，终于知道错了。认识啊！别以为这我就会原谅你。回头我让我爸扣你1个月零花钱。搞定了，没事了。这两手大家都散了吧。可以啊，这技术。醒了，走吧。散了，就低血糖晕倒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一个低血糖把我顾客都吓走了，你得赔钱。你家长呢？赶紧把家长叫来。刚才那个女人就是我妈。那是他妈。你逗我玩呢？她要是你妈，你都晕倒了，给你塞把糖跑了。她是我后妈，不是我亲妈。不是他亲妈，我说怎么那么年轻？那更不可能了。你这吃个羊肉串，这么多逼事儿，这要是你亲妈都懒得照顾你，还后妈？我说真的，那个女人就这样照顾了我5年。不是，我以为你就事儿多，我没想到还是个白眼狼。哎呀，你这后妈对你这么好，你不一口一个妈叫着就得了，你一口一个那女的。喂，过来。啊，马上。没看见我在这换衣服吗？滚出去！5年了，我好像从未喊过她一声。她又不是亲妈，我凭什么喊她？哎，你们听听啊！他说的是人话吗？后妈怎么了？后妈怎么就不是人了啊？你倒是说说，你后妈怎么你了？她突然对家里不管不顾，还跟我爸离婚，这还不是对不起我吗？明明都已经在我家生活了5年，她说走就走，这不就是对不起我吗？嘿，你这孩子真是被惯得没了样子。你后妈在你家当牛做马了5年，起早贪黑照顾你吃喝拉撒，现在人家想过自己的日子了，你反倒过来指责她对不起你。是啊，真没良心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？就算是亲妈，也不能一味索取啊！你这是彻底寒了你后妈的心呐！哎呀，就是，这孩子怎么这样？孩子，你该长大了，但凡有点良心，现在赶紧回家，跟你后妈好好道个歉啊！哎，你不是让他赔钱吗？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赔呀！喂，不知道挂我电话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不方便接你电话，电子锁密码231459，你开门进去。这父母心还真大，
把年幼生病的孩子放在家里，居然还敢让没见过面的保姆阿姨进去。好的，我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在家吗？我是那个叫的保姆阿姨。妈妈，我就知道这2000块钱不好赚。你是妈妈吗？你是妈妈，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小雨好想你。这孩子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怪不得说胡话。小朋友，你生病了，阿姨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妈妈是不喜欢小雨了吗？小雨很乖的，不会给妈妈添麻烦，更不会打扰妈妈工作。妈妈，你别离开小雨了。家属请勿进入，请在外面等候。怎么还关机了呢？小曼，小曼，你来了，怎么办呀？这孩子我刚一进门，他就叫我妈，然后就突然晕倒了。我就说嘛，看一晚上孩子就给2000块钱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一看就是个坑。我说呢，孩子爸还不接电话，还给我密码让我自己进去，感情是坑啊！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去报警？你们谁是霍小雨的家属？孩子是肺炎引发的高烧惊厥，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那就好。好什么？你是怎么当妈的？孩子有白血病，体质弱，你还让他得了肺炎，这可是会致命的。这我不知道啊。还有我也不是他妈呀。这位女士，我不管你家庭出了什么问题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不认这个孩子呀。我真不是。我们抢救孩子的时候，他手里紧紧攥着和你的合照。我去，可以啊，秦宇。我本来还以为这5年你光在顾家当牛做马了，没想到背地里猛猛反击，给顾明峰戴了这么大一个绿帽子，连女儿都有了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当然是夸你了。就这张照片，要是被顾明峰看见了，鼻子都能气歪了。欠打你！好了好了，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女孩，除了发型跟你的不一样，眼睛上还多了一颗泪痣以外，其他真的跟你一模一样。妈妈是不喜欢小雨了吗？小雨很乖的，不会给妈妈添麻烦，更不会打扰妈妈工作。妈妈，你别离开小雨了。难怪那孩子会把我认成他妈妈。这照片我都以为是我的程度呢。喂，你是照顾小雨的保姆？我是他爸爸。航班延误刚落地，小雨怎么样了？孩子刚刚从抢救室出来，你们当父母的怎么能把得白血病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呢？你们赶紧过来，我一个当保姆的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对不起，小雨妈妈1年前车祸去世了，我这次出门是去祭拜她的，
你能不能等我到了再走？外婆，外婆。好，别管这件事儿，跟他说清楚就行。好吧，那我等你们来。你们赶紧过来，不然孩子醒了，父母不在身边会害怕的。你后妈电话根本打不通啊！你要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就把你爸的联系方式给我，让他去赔偿人家老板的损失。不行，现在头晕得很，想不起来我爸的电话了。这货想赖账。你不是说让他赔钱吗？你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赔啊！不是你小子有病吧？我都说不要赔偿了，你现在回去跟你后妈好好道个歉。才不要主动找那个女人道歉，多丢面啊！我得让那个女人主动来找我。我操！这下总该让我妈赔钱了吧？同志，我摆摊10年了，没见过这么脑残的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放心，就算他不配合，我们也能找到他父亲的联系方式，我们会给你尽快联系的。非常抱歉，是我教导无方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所有损失我会赔偿的。道歉。算了，你跟老板去那边签个和解协议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好，爸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医院门口见。你这边请。你是不是傻？你还真等人家家长来？你不怕他们拦住了讹你啊？刚刚孩子爸不是说了吗？是为了祭奠意外死亡的孩子他妈。我相信这样的好爸爸应该不会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吧？也就你信。有的时候不能把人性想得太坏。而且我总觉得他爸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。故意不接电话，原来是已经偷偷跑到医院来找我了。他在我们家当了5年的富太太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？哼！喂，你果然还是放不下我，我就知道你跟我爸离婚是闹着玩的。走，赶紧给我回家做饭，要不然我就告我爸，你把我扔在大街上，见死不救。那你就去死吧！那你就去死吧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长这么大，我妈都没舍得碰我一个手指，你一个后妈凭什么敢打我？凭我照顾了你5年，凭你把我的真心当驴肝肺，凭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错在哪。我错了什么？错在我没有喊你叫妈，错在我不想见到你这张虚伪贪财的脸。你最大的错误是你不知道感恩。这5年，我一直给你做饭洗衣，你生病我整夜守着，可是你连一个正常的称呼都吝啬。喂，你过来！马上。没看见我在这换衣服吗？滚出去！不就是个称呼吗？你至于跟我这个小孩斤斤计较吗？哼，真是活久见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.8米的巨婴。我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家，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，和你们顾家没有1毛钱关系。你是死是活，饿不饿，我没有必要听，我也没兴趣听了。怎么就没关系了？你可是整整照顾了我5年。对，这5年，我养条狗都知道摇摇尾巴，可你呢？你连狗都不如。你怎么可以把我跟狗比？你不就是想让我说一个称呼吗？我喊就是了。妈。妈妈，你一直在这里等着小雨是不是？妈，你居然在外面都有了别的孩子。你说呀，这个臭丫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她是谁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好啊，你为了这个野种连我都不要了是吗？我爸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背着他
生了私生女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谁告诉你小雨是野种了？嘴巴这么臭，我看你才是个没教养的泼猴。秦宇，你敢说不是为了他才跟我爸离婚？你说呀！我和你爸离婚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和任何人之间都没有关系。现在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小雨休息。小雨，小雨，别怕，告诉爸爸是谁欺负你了。你就是那个野种的爸爸。行啊，秦宇，有了新欢，连孩子都有了，速度够快呀！你给我闭嘴！这位小朋友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还有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对我的女儿和我请来的人大喊大叫？我是谁？我是他儿子，他是我妈。你不配叫我妈，你不配叫我妈。秦宇，这5年来，你不就是想要这一句称呼吗？现在了才叫妈。这5年来，哑巴了，现在我还不想听了。你是？对不起，霍先生，让你见笑了。这是我前夫的儿子，要不你先带小雨回病房吧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小雨，别怕啊，爸爸先带你回病房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要离开妈妈。这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已经去世了。宝贝，你跟爸爸回病房好不好？我处理好事情就去找你好不好？现在你可以滚了吧？我滚？我凭什么滚？这医院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到底怎么给你这个新欢解释。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让你滚就滚，别在这儿碍了我们的道。好啊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来评评理。真是幼稚，遇到自己没理的事情就知道找爹。14岁了，你该成熟了，真是长个儿不长脑子。我怎么就不成熟了？是你先背叛到我们家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早就不想在我们家待了，你早就想去外面找别人了。这5年来，我自认为我对你尽心尽力，虽然你一直对我冷冰冰的，但我从未想过要背叛这个家。是你和你爸的不信任和冷漠，让我选择离开。我和你爸离婚，是因为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交易，没有任何感情，和任何人也没有关系。没有任何感情？那你以前都是装的，给我做饭，给我洗衣服，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你都是装的。我曾经竭尽所能的付出，在他眼里都是装的。他对你好是因为他善良，不是因为他欠你的。你爸每天都那么忙，根本就顾不上家。你忘了是谁半夜带你去看病，又是谁在你被同学欺负的时候找老师去理论，又是谁在你过生日的时候给你准备惊喜，都是秦宇。你居然这么说他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我不能承认，不然就变成我舍不得他离开了，那太丢脸了。 5年了，顾汤，你一直不肯接受我这个继母的存在，现在我和你爸离婚了，你应该感到高兴啊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走？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再也不任性了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不可能，我在你们父子身上浪费了5年的青春，我就算养条狗也知道家在哪。走吧。哼，白眼了。妈，涛涛，大小伙了，
愁眉苦脸的干什么？丢不丢人？爸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然妈真的跟别的男人和臭小鬼勾引走了。你说什么？秦宇有别的男人了？混账东西！这5年来，你对你妈是没有任何一点尊重，现在还羞辱污蔑她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应该把你送出国。你就知道说我，难道你就没有错了吗？我说他小三儿的时候，你不也没替他解释吗？还有，你成天动不动就扣他零花钱，这还不算污蔑他吗？你来呀，打死我！我又像5年前一样，变成一个没有妈的孩子，有本事打死我！反正活着也没有意思，有本事打死我！你别胡说八道！你妈这5年一直围着咱们父子俩转，怎么可能有其他男人？还有个孩子？对呀，那臭小鬼最起码也有5岁了呀。那他为什么管她叫妈呀？估计是找不到工作，没办法，只能找一个带孩子的男人，给人当后妈，维持生计。不行，她只能是我的妈。爸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你现在知道后果，早干嘛去了？滚回家去，免得你妈看见你不高兴。爸，你一定要把我妈追回来。除了我顾明峰，秦宇不会有更好的选择的。哼。小雨乖，快睡吧，不然就没有精力打怪兽啊。不要，小雨怕睡着了，妈妈又像之前那样子走掉了。妈妈不会离开你的，睡吧。你笑屁呢？你这个大灰狼儿子换成小棉袄女儿，我还以为你当后妈当上瘾了。我就是看小雨可怜，那么小就失去妈妈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是喜欢上人家爹了。我这……原来你喜欢女孩啊，早说嘛！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可以通过试管，保证可以生个女儿。哎呦，小雨，我没想到你跟这样一对傻子父子一起生活了5年，我是真的为你感到可怜。什么人呢？顾明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生不生孩子，喜欢男孩女孩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脑子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去脑科看看，不要在这里恶心人了，好吗？我脑子有病？我看是你不清醒吧。我顾明峰，顾氏集团总裁，可以1个月给你10几万零花钱的男人，现在还敢跟你一起生个女儿？除了我，你上哪里去找第2个愿意跟你做这些事情的男人？我愿意。你是霍氏集团总裁霍晨？我操！姐妹，你可以啊！刚从豪门太太退出来，转头就当了首富夫人，我后半辈子就靠你了。首富夫人？我就说刚才怎么看这个男人这么眼熟，原来是在电视上见过。他就是那个 AI 领域天才，仅用1年的时间就成为京市首富的霍氏集团的霍晨。你这把真是摊上了。秦小姐，虽然说有些唐突，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。霍总，我承认，实力上我确实差你一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横插一脚。秦宇是我的妻子，是前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秦宇，顾总，
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？一个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。而且这是我女儿的病房，请你马上离开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我的人请你离开。好，秦羽，你是好样的。谢谢你啊，霍先生，刚刚替我解围。你误会了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是认真的。哇塞，这就是我最爱的霸总先婚后爱的激情。小雨啊，快答应了，我后半辈子都靠你了。霍先生，如果你是因为我长得像你亡妻，所以才想娶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我已经当了5年的替身，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醒了？小雨，对不起，阿姨不应该骗你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我妈妈，因为妈妈不喜欢我，妈妈从来没有对我那么温柔的说话，也从来没有摸过我的头，更从来没有自称过妈妈。妈妈肯定这次彻底不要小雨了，都是小雨不够乖。小雨，不是这样的，妈妈只是为了工作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需要很久才能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个世上哪有不爱自己女儿的妈妈？怎么会有不爱女儿的妈妈呢？我也是用了25年的时间才相信了。既然小雨没什么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。秦小姐，我先去上个洗手间，你们先聊。小雨的身体情况，我想医生都已经跟你说了吧？所以我想让你留下来。啊，你别误会，我请求你留下来是想让你做保姆，因为有你在，她在被化疗药物折磨的时候，能有些心理安慰。虽然说，在我的内心，我不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。这笔钱你拿着。3个月，医生说，只要小雨能扛过移植后的3个月的排异期，就算移植成功。如果没有，我方便问一下，小雨的母亲为什么会那么冷漠？妈妈，换鞋。滚开！你个拖油瓶！当初我要不是生了你，老娘早就傍上大款，早就过上好日子。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！住手！小雨，妈妈有点喝多了，你先回房里休息吧。霍晨，你个废物！老娘不早就告诉你了吗？这死丫头根本就不是你的，不知道是哪天晚上我喝多了跟哪个野男人生的，你还护着她，怎么那么喜欢当爹？戴绿帽戴不够啊？闭嘴！你不是就是想离婚吗？我随时可以配合你签字，但小雨的抚养权必须给我。想离婚？没门儿！你少在这里给我装清高。你当初娶我，还不是因为我像你高中时候的白月光吗？你把我当替身，我给你戴绿帽，很合理啊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要这房子和全部财产。陆梅，婚内出轨的人是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要房要财产？
想告我婚内出轨，让我净身出户啊？可以啊，到时候霍小雨那死丫头的抚养权肯定是在我这儿，回头我就把她卖到缅北换钱去。好，房和财产我都可以给你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小雨面前。后来，我研发的 AI 程序获得成功，成立了霍氏集团，迅速崛起。可能就是报应吧。我以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我的女儿查出了白血病，我的妻子也死于车祸。报应？我前妻说的对，我娶她也确实因为她长得像我的白月光。就是你，秦羽。什么？你是？你还记得你10年前救过一个丑小子吗？去！你个小瘦子，不是不让你白天出来瞎晃悠吗？我看你这脸，我他妈就反胃！住手！我去你丫的！傻缺！你快走，他们是来找我的，别管我。你打我都可以，别欺负女孩子。你丫还玩上英雄救美那出了，也不撒泡尿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！哼！你看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你撒泡尿也罩不住你那肮脏的嘴脸，你还有脸说？操，小贱人找死是吧？你丫的，一个小瘦子，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人，你们俩真他妈配呀！行，都他妈给我去死了！都他妈给我去死吧！我去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的波棱盖啊，我的手肘啊，腰间盘都折了，都没事了。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要是受伤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哭什么？我都没哭。我不哭了，今天是你救了我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好，那以后那些小流氓再来打你，你就打回去，打不过也要打。你是？后来我有在村子里寻找过你，可那时候却从村长那儿意外得知，你外婆生了病，迫不得已离开，把祖宅给卖掉，去城里投奔你妈了。还有我没有能力寻找你，直到1年前，我在顾氏集团的庆功宴上，我看到你的身影。所以你就因为这一件小事，你就选择娶了长得跟我很像的小雨她吗？我不否认我自己有私心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份报应会落在小雨的身上。这钱我都不能要。但是你现在怎么说，咱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。你给钱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，不把我当朋友了？当然不是，但是你现在净身出户，又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总是需要钱的。这样吧，这张卡你拿着吧，就当是我预支你的工资，3个月后按照市场标准多退少补就是了。好吧，那我会做好记账的。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正式上岗。那个贱人的尸体找到了吗？还没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现在追求完美，那些人生的污点必须去除掉。3天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还找不到的话，就自己绕墙。
是，你个贱人！我不是让你看好那个老太婆吗？怎么她死了你都不知道啊？啊！现在好了吧？他这意思，千羽就跟明峰离婚2天了，我给明峰打了多少电话，他连接都不带接的。告诉你，我跟顾家的合作要是黄了，你就给我滚蛋，净身出户！不要啊，老公，老公，你看你我活不了的。我去你妈的！你个老骚货，还给我在这装深情，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当年做的那些破事儿啊？什么也没干。什么也没干。当年我老婆体弱，医生给她开了葛根入药，结果她在吃了药之后，精神反而越来越萎靡，直到最后昏迷不醒，器官衰竭。都是因为你把他药里的葛根换成了形状相似却有毒的木薯，毒死了他。建国，你知道你都没有揭发我，是因为你爱我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让我坐牢的，对不对？爱！老子只爱钱！我没有揭发你，是因为当时我的公司出现了巨大的漏洞，不知道怎么周转。恰好之前我给我老婆买了巨额的保险，既然你可以替我下黑手，那我当然乐意至极了。想不到我机关算尽成为豪门太太，却不过是个棋子啊！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5年前我也给你买了一份保险，赔偿金额是600万。如果万一我跟顾家的合作失败了，那么这600万正好能弥补我的损失。建国，我还是有利用价值的，我可以帮你。小雨出了名的刀子嘴豆腐心，我只要掉几滴眼泪，他就会什么都答应我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建国。好，那我就休息你一次。滚蛋！去那边看看。这贱人，他把他妈都给删了吗？哎呀，长没长眼睛啊？没看到我的衣服很贵是吧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小雨，你可以呀，你连妈都躲啊！你不是小雨啊？有人在追杀我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只要你肯救我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求求你救救我！来，闺女，咱回家。霍总说了，事情要悄悄的做，跟上去，盯住了，我去跟霍总汇报。小雨，你真准备去霍晨家当保姆啊？怎么，你之前不是还盼着我成为首富夫人，你就可以躺平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不愿意了？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呀，你就随便一听就好了。主要是这个霍晨，他出现的时间点太巧合了。你说他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你一离婚，他立马就冒出来了。而且他好像对你非常了解，他有可能有所图谋。当然不是，但是你现在净身出户，又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总是要花钱的。这样吧，这张卡你拿着吧。好像也是这样。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要是离婚能分到财产的话，
我用得着在 APP 上应聘保姆吗？这么说也有道理，可是我还是……别可是了，再可是我可赶不上2路汽车。我一个没钱没势的女人，他图我啥？我先走了。不对，我还是觉得有问题。今日京市主河道内发现一辆无牌车，据调查，该车辆于1年前挂失。车主陆梅至今下落不明。你不是说车已经被销毁了吗？为什么还会被发现？为什么还是被发现了？为什么？我当时把车推入水中时做了处理，还特意找到水流湍急的河道，本以为会被冲到下游深水区，谁知道最近上游下大雨，水位上涨，把车推入浅滩了。我现在立刻去处理后续，保证不会出现任何线索。霍晨，欺负老实人，霍晨住手！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今天算你聪明，滚！是。霍晨好像变了，不是以前那个怯懦的小胖子了。霍晨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把人往死里打？小雨，在说什么呀？这些不是你教我的吗？说别人打我的时候，我就要打回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刚刚那个人有打你吗？啊，当然，我是出于自卫。不说了，上车吧，小雨还在家等着你呢。回家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家的位置？啊，在家政 APP 上体现吧。我今天正好路过这儿，我就想着能不能碰见你，这不这么巧就碰到了。家政 APP 上体现，我怎么不记得？小雨今天的牌艺很异常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她，好不好？好。爸，你不是说会把我妈追回来吗？这都3天了，人呢？他有更好的选择了。那个姓霍的，比我有钱，还比我年轻，我拿什么给你追回来？最重要的，人家有个懂事的女儿。现在好了，他跑去给人当后妈了，你满意了？不会的。我妈她全心全意的照顾了我5年，比我亲妈对我还好，不可能狠心不要我，不管我。不行，我要把我妈找回来。妈，你回来了！妈，你回来了！爸，是妈回来了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丢下我们2个的。啊，这个夫妻俩吵架呀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有隔夜仇啊。对，老婆，先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无视了你的付出，直到你走之后，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需要你，多么的离不开你。妈，是我不好，把您对我的好当作理所应当，还把我妈的死都怪在你头上，是我不对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那么任性，学会独立起来，乖乖听您的话，求您回来吧。这男人一看都不差钱，难怪这个老不死的肯救我，原来是想让我冒充情侣啊。你看这个明峰和小涛对你多好啊，
你以后就安心在家里待着，别去外面乱跑了啊。是啊，老婆，以后你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，每个月零花钱我给你双倍，30万够不够？每个月30万？不够吗？给，这个是我无限额的黑卡，你拿去随便刷。妈，只要你肯留在家，我就把我爸送给我的故事股份都送给你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太客气了。你说我女儿她老实，这么多钱放在她手里，我怕她被骗，这个钱我就替她保管就好。妈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，不会被别人动的。是吗？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一定会好好过日子。你呀，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个小贱人想过河拆桥，没门儿！哎，你看这父子俩都瘦了好几圈了，这肯定是因为你这段时间不在家，没人给他们做饭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这个做妈的、做妻子的，给他们赶紧下厨做顿好吃的吧。这个老不死的，在给我挖坑啊！好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妈，你跟我去厨房一起帮个忙呗。老婆，厨房在那儿。啊，我就是想去个洗手间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连洗手间跟厨房都不记得了？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哦，你是不是前2天发烧给烧到脑子了？哎呦，真是的你！我劝你啊，不要乱搞小动作，要不然我让你一分钱都捞得着。当然，你别忘了外面还有人在追杀你。妈，你发烧了，我看看。啊，孩子，妈没事儿，妈还要给你给爸烧饭呢。不，以后我为您做饭。秦宇，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？秦阿姨，你来啦！爸爸不是说你身体不好吗？你怎么还在看动画片，不乖乖躺在床上？可是今天小雨的头一点都不疼啦。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哦，刚刚你这个包倒了，我帮你扶了一下，然后手机就掉下来了。我帮你放这儿，你自己收吧。小雨，这小丫头一见你来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小雨乖，跟爸爸去那边把药喝了，等一下再来找秦姐姐玩，好不好？可是每次吃完那个，小雨都觉得很困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小雨，你忘记爸爸跟你说过什么了吗？秦阿姨和妈妈都喜欢乖巧的小女孩。走，咱们上楼把药喝了。谁说女孩一定要乖巧懂事？调皮机灵的，秦阿姨也一样喜欢。那药总是要先吃的。那你一会儿把药给我吧，我来喂小雨吃。毕竟我是小雨的保姆，小雨平时吃什么药，吃哪一种，吃多少，我应该要知道的。好，我让家庭医生把药拿给你，具体情况他会跟你说的。我还有些工作需要处理，小雨交给你照顾了。小雨，不要随便给秦阿姨添麻烦哦。那我先带小雨回房间了。秦小姐，今天的药物我已经按照剂量分好了，服用时间也写在上面，还请您记得按时给小雨小姐吃。
这些药没有原包装吗？我想看看说明书。这些药都是霍先生给到血液病专家特制的，没有说明书。您觉得这些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随便一问，我又不是医生，你就算给我说明书，我也看不懂。啊，那就好。啊，我意思是霍先生很关心小姐日常服药过程，还请秦小姐按时给小姐服药。好。啊。不对啊，这个药的味道怎么那么像之前我外婆吃的镇定剂啊？秦阿姨，我可以等一下再吃这个药吗？小雨，你告诉秦阿姨，这个粉色的药是不是吃了会睡觉的药啊？小雨吃的药肯定有问题。霍总，人找到了，只不过现在被秦小姐的母亲带去顾家了。我这个丈母娘还真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。为了能让自己老公公司和顾氏深度绑定，竟然利用自己母亲的生命，把自己的女儿送给顾家当了5年的保姆，现在还学会找替身了。霍总，人在顾家，我们的人怕是不好下手啊。陆梅这个贱人，真以为跑到顾家就能安稳了，我要让她慢慢感到绝望。首先，我还得解决掉一个人。霍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把这个交给陈建国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奇怪，小雨不是说今天只是试工吗？5点钟结束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小雨，我饭菜都做好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今日经市主河道内发现一辆无牌车，据调查，该车辆于1年前挂失，车主陆梅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不是霍小雨的亲妈吗？可是霍晨说她明明早就死了。不好，小雨有危险！不好，小雨有危险！快接电话，快接电话呀！小雨，你快点离开霍晨，霍小雨的亲妈根本就没有死，这个人有问题。对，我也发现了，他在小雨的药里面放了安眠药。阿雨，你在跟谁打电话呀？是苏曼，她叫我回家吃饭了。那小雨也已经吃过药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。外面好像就要下大暴雨了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，要不今晚就先住下来吧。可是小雨好像也没有睡好，我怕她看不见你会哭，你也不想让她哭吧？难道她发现小雨在装睡了？算了，小雨还是吃吧，不然爸爸又会不高兴的。小雨，如果你不想吃这些吃了就会睡觉的药，你就听阿姨的，你现在就躺下去装睡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睁眼，好不好？为了小雨的安全，我必须留下。好，那我跟苏曼说一声，不然她会不高兴的。怎么会突然没信号了？怎么会突然没信号了？半山别墅这边信号总是时好时坏，你以后会慢慢习惯的。以后？你什么意思？
是出事了，不行，我得去报警。可是我没有证据，万一警察不相信我怎么办？对，要去找顾明峰。老公，我已经劝小雨回去，并和明峰和好了，绝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意合作。哦，是吗？哼，哎，老婆，喝一杯。谢谢老公。Cheers。老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挺好的。霍总说了，只要陈总看到文件内容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个霍晨是出了名的笑面虎，表面上是 AI 精英，背地里没少做些见不得光的灰尘，我可得罪不起。张秘书，霍总是怎么知道我前妻是被毒死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骗保。如果这份文件的内容曝光，陈总你的后半辈子怕是要在监狱中度过了。张秘书，霍总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尽管吩咐就是了，何必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呢？除了你前妻之外，你女儿陈瑶的死因你也是知道的。不，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江小兰那个贱人，她害怕我女儿知道她毒害我前妻的事情，所以就在我女儿的饭菜里下了致幻剂，导致我女儿跳楼的。这件事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据我所知，你女儿陈瑶是个聪明人，她既然已经知道她母亲是被毒死的，又怎么没有怀疑你没有参与其中呢？2次谋杀你虽然没有全程参与，但你也是默许的帮凶啊！张秘书救我！张秘书，求你了，不，求霍总放我一条生路吧！我也就是为了求财而已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哎，陈总，霍总从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既然已经知道罪魁祸首是谁，那就把他除掉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来，老公、儿子，你们快尝尝看，这可是我发着烧特意为你们做的。你确定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当然了，老公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你不是还把无限黑卡给我吗？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。儿子，你快尝尝看，这可是我特意用葱姜蒜炝锅的，特别好吃。对了，儿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把顾氏股份给我呀？股份随时可以转，前提你得是我妈。难道这父子俩看出来我是假冒的了？不可能啊，明明秦雨亲妈都没认出来呀。这孩子，我当然是你妈了。5年里，我妈早就将我过敏不能吃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。如果你真是我亲妈，怎么可能做的都是我不能吃的？
我一时激动忘了。我跟秦羽同床共枕了5年，没人比我更清楚，他的眼角根本就没有泪痣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我老婆？这个泪痣是我觉得好看我闻的，不信你打电话给妈，是妈陪我一起闻的。哎，小姐，你找谁啊？小姐，你找谁啊？不好了，小雨危险！我的意思当然是，你以后都会留在这儿。毕竟只有你，在我最不堪的时候，只有你不嫌弃我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坏爸爸，你放开秦阿姨！你放开秦阿姨！滚开！小雨，霍晨，你疯了吗？小雨还是个孩子，就算她不是你亲生的，可你们也一起生活了5年啊！收养她，完全是因为当初我要留下她的母亲，因为陆梅长得太像你了。不过现在我事业有成，也找到你了，陆梅就不重要了。1年前我就把她除掉了。什么？霍晨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是啊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能从以前的臭屌丝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以为我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会对我好，可是错了。只有我足够强大，让别人害怕，他们就会乖乖听我的话。不是这样的，至少我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不是就在我身边吗？就算你能囚禁我的身体，但我的心也永远不可能属于你这种人。不属于我，心不属于我。好啊，那我就挖出来你的心，看看到底属于谁。顾明峰，顾明峰，顾明峰！爸，霍晨和他的手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把秦阿姨带来看你。不过，她现在已经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，我想，我们应该替她高兴。等你顺利考完试，就该轮到你们伺候我啦。秦女士，这30万是你过世的母亲当初私自贩卖你外婆土地所获得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如果我妈当时不贪心不自私，拿走我外婆卖地的30万，或许我就不会遇见顾明峰，后面的事也不会发生了吧。秦女士，凡事往前看吧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，往前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